程主持，臣在。你亲自去通知韦浩，明天一大早准备去刑部大牢带上东西。啊，这去坐牢还提前通知他吗？记得告诉他，带一套换洗衣服就成，太多的东西不用带，但是书一定要带。不要天天就在里面打牌，要看看书，天天不学无术的，以后如何为朝堂办事？是陛下，那臣现在就去。不用，你下了职再去，不要让别人知道就行。是。听到了，今天外面的爆炸声，估计全上都的人现在都知道了。宁安在宫里面激动的都流眼泪了。这孩子，为了宁安，真的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连世家负责人的大门都敢炸。炸得好，必须杀杀他们的嚣张气焰。你瞧瞧，现在我大雍的商家还剩多少？世家聚集了多少财富？陛下，此事浩儿可是会受到处罚。民间的事情，他们捅到朝堂来，朕可处理，可不处理，但是需要韦浩去牢里待几天，也需要平息一下世家那边。但是要说处理的多严重，那他们就是做梦了。昨天刚颁布的圣旨，他们就开始闹事。他们是欺负韦浩啊，还是欺负朕呢？还有脸把弹劾奏章拿到朕的案头上来？哎，小姨，你有话好好说。好端端的占人家大门干嘛？想吓死我呀！我不是跟你说了，人家世家的势力有多大，你还不长记性？炸了就炸了嘛，我不炸难道让他们去休了我的姐姐、姑姑、姑奶奶啊？那现在呢？人家更要休掉了，还刚好就是这个借口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我不跟你说，关键是你根本就不信任我。要不是人家族长派家丁来要了10贯钱修大门，我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呢。不是100贯吗？居然只要了10贯钱，那族长什么时候人变那么好了？你现在犯了这么大的错，陛下和皇后娘娘那怎么说？妈，他们让程主持来说了，说我配合一下，坐几天牢就可以。小姨，你帮我把牢里用的东西都再准备一下啊！我困了，我先去睡了。怎么又要坐牢？韦侯爷，我没花眼吧？您才出去几天呢，怎么又来了？哎，还是我那房间吧，走。不是，侯爷，您这次又是因为什么呀？这你都不知道？你昨天没听见那爆炸声啊？听到了。那我弄的。啊？不是，侯爷，您这他是谁啊？怎么这么好的待遇？一年进5次刑部大牢的人，进来几天就出去了，人比人气死人呢。确定抓进去了？确定，很多人看到韦浩被刑部带走了。总算是进去了，就算他在里面有多逍遥，那也是刑部大牢。看来我们的那些弹劾奏章还是起作用了。这次倒要看看他怎么能嚣张得起来，还敢让我们的族长来见他，他以为他是谁呀？好啊，抓进去就好，让我们各家的官员继续弹劾他。这次无论如何，也要削掉他的爵位。如果能削掉侯爵，我看他怎么和长公主成亲。太嚣张了，府上的正堂还得重新装饰，这得花多少时间和钱呢？关键是，这次我们世家的名声算是扫了地了，不知道外面有多少人在看我们的笑话呢。最近上都发生的事情，你们都通知各家族长了吗？当然了，
那韦浩说，如果10日之内不来上都城这里见他，他每个月就印10万本书。我呀，哪敢不报啊？谁知道他说的是真的假的？死汉子！你说你没事占人家大门干嘛？不理他们就是了。我们成亲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哎呦，那能行吗？我们成亲，他们说三道四的，算个屁呀！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你没事啊。你放心，我过2天就让父皇放你出去。嘿，无妨，岳父说了，3、2天的事儿。那就好。如果父皇不把你放出来，我就去跟母后说，让母后替你做主。嘿嘿，还是岳母对我好。这2天没事儿，你就不要出门了。放心，他们也蹦跶不起来。遇上我，他们算是遇上对手了。他们之前敢欺负别人，你看他们敢欺负我吗？我说炸他们家大门就炸他们家大门，连他们家客厅也炸了。哼，没事儿，你不用担心我，也不用担心我们的婚事。我可还有杀手锏呢。他们要真逼着我退婚，我分分钟让他们哭着喊我爷爷。启禀陛下，韦浩私自使用工部火药，炸了各世家大门，此事必须严惩。是啊，况且火药可是工部管控的东西，韦浩是怎么弄到的？给我弄点火药。谁得罪你了？快点去准备就是。到时候你可不能对外说是我给你的成品。难道没人告诉你，这个火药是韦浩弄出来的？现在工部的配方都是韦浩给的，韦浩弄出火药来有什么奇怪的？再说了，你们一个个瞎起什么哄啊？只是一个民间打架的事情，弄到朝堂来，这像话吗？哼，怎么，这个朝堂是世家人开的不成？哦，世家人打个架就弄到朝堂来，这里可是讨论天下大事的地方。臣恳请陛下不要搭理这件事情，这个他根本就不是在这里讨论的事情。诸位爱卿，朕就想知道，如果这2个人是民间的百姓，他们互相打架了，把对方的大门炸了，把厅堂炸了，会闹到这里来吗？如若不上书到这里来，那应该去何处申冤呢？难道是去上都县令那边吗？上都县令可是没有权利管韦浩，韦浩可是侯爷，而且臣对韦浩也有所耳闻，此人喜欢打架，而且在西城那边都打出名来了。还有据臣所知，此人屡教不改，不配为大庸侯爷。陛下，您不能因为韦浩是您未来的女婿，就如此包庇他。陛下，现在韦浩和长公主还未成亲，臣以为不应该把长公主往火坑里推啊！是啊，陛下是啊，请陛下下旨削去韦浩侯爵之位。请陛下下旨。诸位，听老夫说2句可好？韦浩有错，这个不争辩，需要赔礼道歉就赔礼道歉。但是你们说要削去韦浩的爵位，这个老夫不同意。首先，韦浩的伯爵是靠协助长公主获得的，这个功劳对大庸自不必多说。侯爷呢，则是靠提炼出细盐而获得的，细盐诸位府上肯定都买过，关键量大，百姓都能买得到。这样的功劳，就是因为和那些人有了冲突，就要削掉爵位。诸位，如果此事传到百姓当中，百姓会怎么评价这个事情？会怎么议论这个事情？是说陛下昏庸，还是说世家霸道？现在百姓当中对世家的风评可不怎么好。王仆爷说的不妥，我们说削掉韦浩的爵位，是说此人德行有亏，不能娶长公主，也不能承担一个侯爷的责任。陛下，
如若陛下不能还我等一个公道，那微臣只能挂印而去，告老还乡，望陛下应允。请陛下明鉴，还臣等一个公道。韦浩胆大包天，若今日不夺他侯爵以正国法，他日人人效仿，朝纲岂不乱套？陛下，若仍执意庇护，臣等唯有辞官归乡，再无颜面立于这朝堂之上。陛下，这些人这次真辞官呢？陛下，此事怕是不好解决了。世家那边的态度太坚决了，与其说是韦浩打人，不如说是要韦浩退婚。估计如果陛下拿这个跟世家那边做交易的话，世家那边肯定也不会追究韦浩炸门了。这不明摆着的事情吗？是，这个韦浩也是，为何送这个把柄给世家那边啊？不是送把柄，哪怕韦浩不去炸门，那些世家也会找到其他借口的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这样推来推去的，也不是办法呀。陛下，世家联合到一块儿，一定要推翻陛下您的赐婚圣旨。这个事儿不好办呐。难在当下大庸读书人大都是世家子弟，想要替换那些官员，何其难也！陛下，实在不行就收回圣旨吧。朕再考虑考虑。放心吧，你父皇定会有办法的。陛下驾到！今天商议的如何？这件事情过去了吧？世家那边非要抓住韦浩不放不成？他们不是抓住韦浩不放，是抓住朕不放。丫头，父皇得给你交个底。没有想到这次世家的态度如此坚决，世家的那些官员抓住了韦浩，不松口啊，很有可能父皇真的会收回赐婚的圣旨。什么？丫头，父皇和你母后都非常喜欢韦浩，也希望他能够成为我们的女婿，不然的话不会让他一直喊我们两个岳父岳母的。但是世家之前有约，不和皇家联姻，所以这次你们的婚事，世家是竭力反对。父皇和你的那些叔叔伯伯们一直在跟那些大臣争辩，但是没有用。如果父皇一直不收回圣旨，那些官员就会挂印而去，到时候就真的面临朝堂上无人可用的地步了。父皇，女儿不甘心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世家好像并没有多喜欢那个韦汉子，可是现在知道不能嫁给他，女儿就好伤心。是爹没用，作为皇上，都不能保住自己闺女的幸福。
韦浩肯定有办法，他一定有办法的。父皇，女儿要去一趟刑部大牢，他能有什么办法？韦浩肯定有办法的。他之前跟我说过，没有人能阻止我们2个人在一起的，肯定会没事的。算了，别去了，没用的。这个小子有时候说话也不靠谱的。你就让他去吧，去问问韦浩。